大家好，欢迎来到知定讲堂的启蒙论坛，我是余茂春。中国在北极的野心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是一场涵盖了经济、科学、外交和资讯领域，有组织、有节奏的行动，目的是在这个对美国本土防御及北约增援欧洲至关重要的地区建立长期的筹码。对华府来说，问题不是中国会不会成为北极强权，因为北京早就决定他要当了，而是美国与盟友是否能够阻止中国悄无声息地取得那些军民两用的立足点，而这正是中共全球扩张时的招牌套路。我们先看看北京自己是怎么说的。2018年1月，中国发布了第一份官方北极白皮书，抛出了现代地缘政治中最大胆的品牌定位，自称为近北极国家。这根本不是地理事实，而是一种政治主张。他要说的是，只要中国有利益，就有权参与治理，并有权获取那些远离其海岸线的资源。中国距离北极圈大约还有900英里，约1450公里远，但他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成为极地强国，目的也不陌生，先让中国的存在正常化，这样以后的影响力和控制权就会显得顺理成章。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是名副其实的北极国家，在北极圈以北拥有广大的领土，并且在极北地区有着长期的军事活动。当今的危险不在于俄罗斯的地理位置，而在于俄中加速靠拢，开始将中国这个明显非北极的强权拉进了北极地区的战略血脉之中。更何况中国还在乌克兰、伊朗、加沙走廊和委内瑞拉等全球冲突扮演主要助燃者的角色。一旦发生危机，北极不仅仅关乎船只和港口，它还关乎到弹道轨迹。极地航线是远程打击系统最直接的路径，而格陵兰正好位于连接欧亚发射走廊与北美目标之间的接缝处。当对手开始协同作战，威胁范围就会扩大。我们越来越容易想象这样的情况：中国的战略能力借助俄罗斯的纵深，沿着北极方向从格陵兰上空或附近切入，朝波士顿、纽约、华盛顿方向逼近，这将压缩我们的预警时间并增加拦截难度。这并非抽象的理论，这种尝试进场模式已经随处可见。他们在整个北极地区寻找入口，表面上包装成无害的商业或科学活动，但实际上都具备可信的军民两用潜力。以冰岛为例，2011年，中国商人黄木波试图在冰岛东北部的格里姆斯塔迪尔购买一块约115平方英里的巨大土地，但这笔交易最终被冰岛以法律拒绝了。依据该法，非欧洲经济区人士不得大规模购买土地。这件事的重要性不在于它达成了什么，而在于它揭露了什么。与北京有关联的行动者正在探路，他们正在战略要地和人口稀少的地区尝试获取实体不动产的机会，因为这种入口将来很可能在民用包装下变成后勤、通讯甚至影响力作战的支点。即便购买土地失败，中共的研究足迹仍在推进。中国的集体科学往往被包装成关注气候和强调合作的样子，然而北极研究本来就是可以军民两用的，既可用于导航通讯韧性监控，也可用于作战规划。美国众议院特赦委员会的一份文件特别点明了位于卡尔霍的中国冰岛北极科学考察站，警告该设施似乎在北约盟国的领土上进行军民两用研究。相关新闻报道也指出，这个设施因其潜在的军事用途而受到华盛顿的关注。像是布雷迪等政治学学者长期以来也主张，北京把极地研究当成整体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也就是将科学与力量投射、影响力操作结合在一起。这套军民两用的逻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不同，中国拥有足够的经济和技术深度，能把北极主导真正做成一套可规模化的体系。俄罗斯能部署军队进行破坏，但中国能出钱盖基础建设，重塑供应链，用投资渗透治理薄弱的地区，并控制电信、卫星、物流、矿产和数据等战略性产业。以国内生产毛额
GDP 来看，中国的经济规模大约是俄罗斯的10倍。这个差距正是偶发性破坏与系统性控制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西方正面临一个不对称的问题。许多威权主义的边缘国家为制裁踢出全球市场，可是最有能力改写秩序的中国，却能继续从与国际自由市场的全面互动中获取巨大利益，这补贴了其战略扩张的能力，最终反过来使西方走向衰败。格陵兰正处于这场角力的中心，它是北大西洋和北极安全的关键地带，并设有美国最北端的军事设施皮土菲克太空基地，这是美国和北约进行飞弹预警、飞弹防御和太空监控的主要节点。随着北极在军事运作上的重要性上升，格陵兰的价值也随之提升。地理位置让这件事变得非常切身相关。纽约市与格陵兰的距离比哥本哈根与格陵兰的距离要近得多。格陵兰不是丹麦的后院，它更像美国的北方高地。就连格陵兰的交通连接也反映出它的战略两难。虽然传统上旅行和商业路线多是经由哥本哈根，但在安全意义上，格陵兰其实更指向西边的北美。一个严谨的美国国土防御态势不能把格陵兰只当成遥远的欧洲行政问题，而应视为美国东岸防线的前沿，因为这里正日益暴露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东风远程核导弹威胁之下。历史也不可忽视，丹麦过去曾多次出于策略和财政原因，展现出重整或处分海外领地的意愿。1845年，他以112.5万里克斯达勒的价格，将丹麦在印度的领地，例如特兰魁巴，卖给了英国。1850年，丹麦又以1万英镑将黄金海岸堡垒加纳出售给英国。1868年，丹麦又卖了尼科巴群岛。最著名的例子是1917年，丹麦把丹属西印度群岛，即今天的美属维京群岛，以2500万美元黄金的价格卖给了美国。这建立了一个令人尴尬但与此刻高度相关的先例：丹麦对遥远海外领土的主权并非永远不可变动。直接将格陵兰卖给美国，虽然在政治上极具爆炸性，但仍是众多选项之一。还有一些方式可以用较低的外交成本达到类似的战略效果，例如签署99年的租约，授予美国独家的防务和基础设施权利，建立一种地位安排，让格陵兰成为美国的领地而不是一个州，大致形式类似于关岛或波多黎各，尽管治理方式不完全相同。或者是签署一份协定，锁定永久驻军权、对战略基础设施的否决权以及严格的反渗透措施。丹麦可能会反对所谓的美国帝国主义，但它不能一方面无限期地扮演格陵兰的殖民者，另一方面又要求华府把格陵兰的安全视为次要的欧洲行政问题。核心论点不在于浪漫化的地缘描绘，而在于拒止在美国本土边缘与北约增援路线要道上主角中我，将科学变成监控，将投资变成影响力，将地缘优势变成胁迫手段的能力。无论是透过购买、租赁、领土整合，或是签署牢不可破的战略协定，目标都是一样的：确保极北地区不受中共的盘踞，并保持北约北翼足够强大，使威慑力不会随着冰川消融而消失。